我们欢迎修杰楷。今天完全没有，就是给他有开场的准备。对，然后今天呢，我们特别就邀请你来，就是保证这个不专业厨房的一个风气。保证不专业厨房可以喝酒的一个风气可以继续实现。 OK， 因为主要就是你想喝嘛，我也想喝，所对以我们就相约来喝酒。对，所以你平常也是就是会喝酒？我家里的饮料只有咖啡跟酒。所以你平常都喝什么酒？红白酒啊，香槟啊，啤酒啊。跟我除了啤酒以外，其他的都是我的爱好。没有，下课不是小朋友下课之后的，还有阳光的夏天，就是啤酒。哇，就是接完小孩。当爸爸压力很大。没有，我觉得当老公压力比较大。哦，我怎么说？我反而是觉得当爸爸压力比较大。怎么会？小孩很 OK 啊，小孩很乖啊。所以老婆不 OK， 老婆会比较。不是啊，我想说你在家应该都是跟静雯姐一起。没有，我自己就可以，我可以独饮。哇，就是完全的独饮。对，我今天不会问到什么不该问的。没关系，你尽量。你就尽量打，反正之后反正你又不是不认识我老婆，对，你也碰过嘛。我碰过。但我认识他，当然不会有你深入。我认识他，当然不会有你认识他深入。对。但你也差不多看了他60%。我觉得静雯姐很好啊，会有什么压力？没事，做菜吧，手快点上。好，不是，我今天呢，就是你做一道，我做一道，然后你今天来挑战的是什么？椰香绿咖喱。我先给你选哦。我要做的是京都高汤玉子烧，这个我2个都没做过，所以你觉得你要我先做还是你先做？我先做啊。好，你先做。OK， 我觉得工作人员都饿了吧？我怕你先做，他们等下没东西吃。我们已经录了好几集了，他们已经习惯就是我们完全不停机，然后所以他们就录完以后都很饿，然后最后就是不管我们做的好不好吃，都会吃完，他们都会觉得很好吃。我今天让你们吃点好吃的。我们之前做的也很好吃。真的吗？真的。确定？真的确定。来。哎呦，蛮贴心的，还有食谱。对，我们今天呢就是看你想要照着食谱做，还是凭着你的感觉做。我先看一下。好。你为什么用一种钱柜的概念在喝酒啊？没有，先醒酒，因为这个酒一定要醒。我说真的，我就是做饭到现在，我从来不会看食谱，因为我永远不知道逆纹切跟顺纹切这件事。然后它上面还突然说什么轮切这些我都不知道。都不知道。所以你待会就就随你心，想怎么切就怎么切。好，开始。好，自己 Q wrong down 哦。因为这支红酒需要醒2个小时，所以它是哪里的？它是澳洲的。OK。然后我特别为你准备了一个不用醒的白葡萄酒。好，但我觉得它可以再冰一点比较好喝。先洗个手。你们来都是直接，反正想喝就喝，有人不喝的吗？有，杨丞琳不喝。真假的？所以那一集是我唯一就是没有喝到酒。啊？你不是自己喝就好吗？我自己不会一个人喝酒，我觉得酒是要跟朋友一起喝，真的。要不然有对象可以一起喝。第一杯要干杯。好。还可以，拜拜。好，我们第一个步骤呢，就是要切杏鲍菇。你拿的是鸡肉，切鸡肉也可以，真的切鸡肉也可以。没有。好，我们忘记它。不要。我们今天做的就是椰汁绿咖喱，对，椰汁绿咖喱。所以顾名思义，你就是把鸡肉，然后跟一些料，还有绿咖喱拉奏会，然后就煮一下。想得很简单。请问杏鲍菇需要洗吗？洗一下好了。好，我可以帮你洗，我是小帮手。好。然后四季豆应该不用到那么多，所以四季豆就不用洗，杏鲍菇要洗。洗一下。好，我先把那个头稍微切一下。你很有概念，其实你今天来我非常期待，但压力也有点大，因为我平常在关注你的 IG 的时候，我发现你 PO 了很多在煮饭的影片，所以我对你既期待，又怕受伤害吗？就是怕毁了你就是居家好男人的形象。没关系。然后期待就是希望你可以就是真的来我们这个节目，好好的告诉观众煮菜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煮菜就是一定要喝酒，然后一定要开心，一定要没有压力。
就你问我要真的煮什么，其实你也不知道。滚刀切块状。好。因为那时候我就跟你在传简讯说，你就把你的拿手菜拿出来啊。对啊。然后不知道是你经纪人回我还是你回我，就说我回你啊。哦，你回我，你就说没有我没有什么拿手菜。对。我平常就是看冰箱有什么就煮什么。没错。秋。没有，是真的，真的是只有会煮菜的人才可以讲如此秋的话。真的，清冰箱这件事情呢，最早起源是詹姆士教我的。因为我就有一次碰到他，他是我偶像嘛。我有一次碰到他，我就说，那个詹姆士，我想问你，因为我每次去买菜，我都会想一下说，我今天买这个菜要煮什么？对。然后，但是我有时候都会觉得很痛苦，因为我觉得都差不多就是那几道。他就跟我说，千万不能有这种想法，一定要冰箱有什么就煮什么，你就可以做出意想不到的东西。在那一刻我就醒，就像我们演戏的时候，突然有一颗镜头。被导演一句话讲了一下，你就我知道了，你就会变成一个演员。从那一刻我就变成一个厨师了。天哪，我觉得跟演戏不太一样因为有时候被导演讲一句话，你不会在演戏的时候被导演讲了一句，你的想法内心跟他冲突的吗？会，也常常会讲说，所以演戏煮菜你可以就是因为詹姆士讲了一句话，你变成真的厨师，但演戏好像真的没办法。好像是哦。然后，所以我一直误解这件事情所以就是导演讲一句话，你以为对可以完成导演的要求，对，但事实上，但是这个概念其实是差不多的啦，就是总之就是你不能被框住，你要先去打破这个框架，你才可以做出不一样的东西。打破这个框架，对，没错。我们先喝一杯，主厨，还在冰，没关系，我觉得我知道了。这个酒呢需要醒2个小时，我们先倒一点，我先让你品尝，就是还没有醒的味道，然后你记住这个味道以后，你待会2个小时之后你再喝，又是另外一种风味，可以就像人生一样。你说婚前婚后嘛？我一直都没有想要提到这个话题，你不要再把我带入坑了，我之后还要找静雯姐来。没问题的，没问题的。这是它还没有醒的味道。它就是一个新世界。你会不会觉得怎么样？就是备料是所有做菜的环节里面是最繁琐、最无聊。不会啊，因为只有在备料的时候可以喝很多酒。真的，就备料的时候反而是最享受的。我是在这样 Q 我帮你倒酒，谢谢。因为我已经被我经纪人严重警告说酒不要喝那么快，他叫我酒不要。把酒让给来宾喝。OK。来宾喝，我自己不喝的话，这样是不是小众喝酒没有在开玩笑，没有在含扣了？对啊。好，我马上到。我们那时候在欧洲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很多观众可能不知道我跟你的渊源是怎么认识的。我跟修算是同一年出道，对。然后中间有一起合作过《恶作剧之吻》，之后呢，就是你婚后了以后，我们又再合作了一个内地的真人秀，对，竞速类的，对。除了这些，就再也没有联络。没错。还可以啊。都还，我觉得熟不熟悉不是说你要多久联络一次，我觉得那个熟悉，你知道，我觉得你让我很感动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我一传简讯说修要不要来我的节目，你就二话不多说好，你大概10秒钟之内就回我。因为我是一个不喜欢，就是我怕忘记，所以我要马上立刻马上回。对，所以你知道你成为我有史以来敲通告最快速的。这样显得好像我很。对啊，我很感动，我真的很感动。那些闲的艺人才多我们演员是要拍戏的我加一点盐跟酒好了，因为我觉得鸡肉还是要腌，是不是？稍微一点点就好。好，你现在已经跳出框架了吗？对，框架了，很好。因为我完全是一个外行，所以腌鸡肉的目的到底是要干嘛？没有，因为我觉得它。就可以稍微入味一点，像我还会有时候会加那个蛋白啊，或是加一些那个酱油，纯粹就是让它的鸡肉更有味。对啊，就吃起来不会那么柴。
哦，是让它口感更嫩，不对是让它味道更重。其实都有了，等一下你吃了就知道。好，秋2个小时，稍等一下。那你先拿那个，因为我跟你说，我等一下一做下去就完成了，就完成了，不开玩笑。没关系啊，那就早收工啊。就用这个吧。哎，我觉得跟会煮饭的人一起录这个节目，太轻松是不是？就蛮轻松的。好哦，到底是有多可怕？你之前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讲究喝酒的人，然后刻意没有把酒杯换一个新的，然后就直接倒，是因为等一下还要洗碗吗？不是我会洗啊，我没有洗碗，是因为我们欠酒精，就会很想喝，很想等不及了，等不及想要不用换，不用换。冰一点比较好喝。这是可以。所以你在备料的步骤都已经做完了，所以现在是要做到第2个步骤，就是要炒香。没错。绿咖喱跟一般的咖喱有什么不一样？好问题，你也不知道。我也不知道。好，写的是泰文，不用看了。绿咖喱最主要跟一般的咖喱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是绿色的，然后它的成分可能还会有一些不一样。哇，我们就是一个垃圾的节目没，我们根本就不是要教观众怎么煮不菜啊。行，一定要导正。我要把你拉回到今天就是靠你来导正我们的节目的走向。因为我真的已经胡闹太多集了，我们今天就真的是要来做一集正经的节目。我觉得你之后可以做个对抗，就是认真跟不认真的一起。可以啊，找你跟金文佳嘛。哦，可以啊。那他是会煮菜的吗？他算是备料比较不行，但是煮菜 OK。煮菜 OK。那你们在家是你我煮啊，通常都是我煮。煮全家人吃这样？对。哇，好厉害啊！对，你要就是所以你也是擅长的是中菜、西菜，还是就是冰箱？中菜。中菜。就是家常菜，再加一点。这个火真的很大哦。美拜。大哦，难怪通告时间要拉很长。为了等火开。我比你还心急，我是最想要下班的那一个。不要这样。哦，开喽，来开喽。倒入椰奶。这太简单。你要不要做一点创意的料理啊？简单到我觉得太没有挑战性了。已经开始有油烟了。对，这个火小一点好了。好，这边打个洞就好了。你要打洞就这样打就好了。哦，对，哎呦，可以哦。可以。唯一在你来我节目，我唯一可以求的地方就是开罐头而已，剩下的我真的我懂。哎，不开玩笑，这个味道已经出来了，所以根本可以直接吃了，是不是？饭上面直接嗑，所以这些都不用了，直接吃这个就好了。没有，还是放一下好了。好，我怕有点阳春。通常是要试吃一下。你相信你的直觉。我老婆最常问我一句话，就是说，为什么你都不用试味道？我说，直觉，这是一个做菜的一个手感，对，不能试味道。真的只有所有人来我节目，只有你说这样的话，我会相信。其他人我觉得都在讲屁话。真的啊，你真的只有你。其实我真的不知道味道是什么，反正等一下就知道了。好，全部放下去。我觉得先不管好不好吃，食物要有熟。对，真的最重要。清冰箱料理最重要就是把食物煮熟。好吃不好吃是个人观感，没错，都非常主观。没错，这个煮熟很重要。90%。哎，我们节目是随时可以中断，要上厕所要干嘛？除了回家以外，什么事都可以做的哦。好。我真的很想要录一次的，然后就把我的来宾惹毛了，然后翻脸就走，然后剩下就是我一个人撑完全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我不知道，演艺圈交朋友已经很难了。是啊，就是
然后为了一个网络节目对啊来再把朋友弄走，我再加一点水好了。你觉得它太稠了？我觉得有一点，加一点点就好。你们敢吃吗？你要先当做这里没有人，不要在这里除了我，你不要跟其他人对话。好哦，好严格哦。我觉得四季豆再多一点好了，看起来四季豆比较美味。他说四季豆要最后放，我是在想，以我的材质，觉得四季豆应该很容易熟，所以他要求你最后放。没关系，我跟你讲，我现在在放，我刚刚就是预留了一点点，最后放有2种口感。哇，这种话我之前也说得出来，只是我自己说出来都不相信我自己。但这种话从你嘴巴说出来，我100%的相信哎，我就是完全的是真的。对，我第一次这么相信，怎么会这样？我自己都觉得怎么能胡乱到这个地方？我觉得不是胡乱，我觉得你真的说的是非常有道理。敬会煮菜的爸爸们，来，父亲节快乐。我觉得可以再加一点点水。我们如果当初听，它上面没有说要加水，有哪里？这里，哦，出水，没关系。我跟你讲，随时都可以再加。对，我都预留了。我觉得做菜就是要懂得像你这样，懂得变通。对，因为一定要这样子才可以。我觉得我们这一集太寓教于乐了，我们真的不是一个教大家怎么把菜煮好的一个节目。不然我们现在来雕牌好了。雕牌。平常酒量大概是1支红酒1个晚上。我比较过分的时候，大概是下午开始送完小孩回到家，我确定今天晚上不会再出门了。下午不是接完小孩吗？对，接完小孩，然后不会再出门，不会再出门了，你就可以从那一刻开始，对，喝到大概10点，2支，就是1瓶香槟，然后再加1瓶红酒之类的。我喝香槟是你跟我说香槟是很好喝的东西，所以你才开始练习喝香槟。我就开始慢慢的喜欢这件事情，后来发现真的很棒，是因为香槟真的是让人快速的进入那个状态，而且一定要有太阳的时候，你如果没有太阳不行，一定要有太阳。我不懂，为什么？因为我除了休假在度假，然后在欧洲才会白天喝酒。真的哦，我很少有太阳的时候喝酒。我很喜欢白天喝酒，而且我常常像假日，有时候带小孩聚会啊或干嘛，中午就开始，因为我们差不多到6点。这个我有听过，真的吗？我有听过，就是一群就是也是新乳我吗还是什么，就会有爸爸妈妈的聚会，带小孩同梯的，对，然后就是还有谁？我们这样乱报人家料还是佳宇还是什么的？对，就是我不知道，就是你们同一梯，就是小孩差不多年纪，然后大家一起出去吃，就是带小朋友出去玩。然后小朋友就在那边疯狂的玩，然后爸爸妈妈们就在那边猛拼，就是拼命的喝酒，喝到就是很忙。可是我们绝对是没喝醉，就绝对是没喝醉，喝开心，在一个很舒服的状态。对，然后就回家，可能那时候回家才6点多，吃个晚饭，然后睡觉。就我以为继续喝，但我觉得你可以喝香槟，再加1支红酒，我觉得酒量是非常好。没有啊，但我就早睡啊，因为大概就10点，因为隔天也要很早起床。对，因为我最受不了就是我每次跟心如还有皇上他们出来，他们就还有你老婆，你们就会说不行啊，隔天要送小孩去上学了。你有什么好受不了的？这真的是要送小孩。我觉得你们小孩都住同一间，你可以就是比如说心如皇上你还有静雯姐，你们就派一个人去送所有小孩去上学，其他人就留下来哭啊。小孩都那么熟了，不行啦。这个没有用过，对不对？你想干嘛？带家真不行。我们厨房是租的，什么东西都是以家计算，真不行。OK。其实不错哦，味道。你要不要先试一下？主厨要先试味道，加一个鱼露啊。对，要加鱼露。
我觉得语录它是一个化腐朽为神奇，把一道菜变成泰式料理的一个精神，对的所在。鱼露一定要有。哎呦，泡用从旁边，可以哦。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。这个时候再试一下味道。哦，可以再一点点盐、糖，因为它的绿咖喱本身很辣，可以再煮一下。哦，超辣，我来试一下。超辣。你先试，我再加一下。毕竟你要带回去给你的小孩，你有带打包盒吧？哎，没有哎，那就待会在这里把它解决。好，因为小孩子没办法吃那么辣。不行，这太辣了。它椰奶要倒1罐，你要不要整罐倒下去？但是我没有放一整包哎。哦，超辣，辣，这我不行，这直接麻辣锅等级了。真的。好，直接加，全加。辣，没事的，这个味道都可以调整。哦，真的有辣，超辣。我可以喝水就好吗？我不要喝酒了。干了。你们还有就是一定要摆盘，就是漂亮这个。要拍照啊！我们不专业不归不专业，我们至少长得要好看吧。我们内容就败絮其中，但我们希望有就黄金的外表。明白。等待盖子。没有锅盖。你需要盖子是不是？对啊，让它稍微焖一下。才会，你是怕不会熟是不是？这不行，太小。没有，让它稍微焖一下。可以啦。不行，它一个锅有一个盖。第三个，这至少可以把它完全的包覆。可以，让它焖煮一下。好。哎，我人生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，但我非常爱买酒。跟我一样哎，我没有酒。对不起。我人生最爱的就是买酒。所以你买的是以红白酒香槟为主吗？还有 whisky。你爱买酒，所以你家一定有很多酒哦。我直接在外面租地方放不下。对。哇。对，而且老婆不会发现。哎，你先讲了，他就会发现。不，他知道，他后来知道，只是不知道在哪而已。对。我觉得红白酒太麻烦，尤其是法国的，很麻烦，非常麻烦。就是你要等它到最佳饮用的时间，对，然后其实还需要搭配食物，对，所以我后来觉得太麻烦，而且夏天的时候不行，夏天喝红酒有一点重。我下次介绍你一个，就是冰在冰箱拿出来喝的红酒。像你要看一下，就是有一些美国的红酒，对，然后还有一些第三世界的酒，他们是可以即开即饮的，很适合冰在冰箱里面。还有南非、智利都是很棒。对，下次介绍你这个，还是你下次再来一集，我们下次喝那个好了。喝酒没问题的，喝酒做菜我都很开心。他只叫你加50克，你知道50克多少吗？就这个1/10。真的假的？这个牌子不要买哦！你为什么就不出50克小包的，偏偏要出500克的？We are professional chicken, OK？ 好了，不是，做蛋包饭来，我把它变成葱花蛋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没办法。